觉醒来后，我的剑和师尊的剑恋爱了。这小剑灵要去干什么？不行，我得跟去看看。墨子哥哥，我好想你。小熊，你偷偷出来没有被你主人发现吧？我靠，这俩剑灵在干嘛？山无棱，天地合。停下！你们两个给我停下！不行，我不同意！分手，马上分手！主人，墨慈他不是什么坏小子。墨慈就是我师尊君清言的本命剑。明雪跟我说她和墨慈恋爱的时候，我都能想象得到我当时的表情有多傻。崽儿，这是坏小子不坏小子的问题吗？那可是墨慈天下第一剑，他怎么样先不提，他的主人是谁你是一点儿不考虑啊？都说结亲要讲究门当户对，你看看我师尊，要相貌有相貌，要实力有实力，要地位有地位。我呢？我是个什么东西，我自己不知道吗？我承认我也算小有点姿色，但跟我那风光细月、侠字月貌的师尊一比，萤火之光怎敢与皓月争辉？我承认我也算有点小钱，但跟我那仙山第一大派坐拥一整条灵脉的师尊相比，拳头硬了，跟你们这帮有钱的剑叔拼了！总之，这婚事阶级门第差距甚大，我不同意，你马上分手！我的崽子，你要是真跟墨慈谈了，主人我没法给你撑腰啊！可是主人，墨慈他对我真的很好。不要被男人的表象蒙骗，你也不想看看你主人我是个病秧子，你进阶又缓慢，咱在剑修这一派里更不是什么很出名的人，他喜欢你他图什么？他不就图你身子吗？我跟你说，男人都一样，得到了就不珍惜，所以你千万不要相信他的花言巧语。可是主人，我觉得墨慈比我还好看，可能是我图人家身子。我已经更想死了，这蠢出世的小王八蛋绝对不是遗传英明神武的我。哦，可能是遗传了我的颜控，这么一想更觉得造孽。劝说未果，明雪这年轻小剑灵突然之间情窦初开，完全听不进我这个老母亲的发言，半夜还要偷摸着从我的房间飞出去跟她的小男友约会，我真是操心操稀碎，还得偷偷摸摸跟着一起去，生怕俩孩子的恋情暴露，然后我被师尊削死。山无棱，天地合。他俩在那山无棱天地合，而我在速效救心带。君师言这本命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居然舍得自己修为，大方的分了那么多剑气给明雪，这灵力都给明雪了，这副不要钱的豪横模样，给我看的牙疼又心疼。我身子骨不太好，一是天生的体质问题，二是幼时遭了难，又落了点病根，其实并不适合当剑修。当年师尊将我带回来之后，细心养了很多年，如今这才大有起色。只是我天生剑脉比旁人细密，本就容易出错，后又被重创过，破损得很严重，运功时经常受阻，无法像其他剑修一样心所异动。当年修炼的磕磕绊绊，一度想要放弃，可偏偏那时候明雪诞生了，她是唯一一个本命剑还没融合到主人体内就生出剑灵的飞剑。因着这份特殊，我也算在修真界小出名了一把。但好景不长，我修行之路坎坷，身体实在是虚弱，明雪的进境也十分有限，很多时候我都无法用灵力灵血去滋养她。同旁的剑灵相比，明雪看着似乎要暗淡无光一些，所以看着墨慈分出那么多灵力给明雪，我这心里到底还是软了几分。崽儿啊，是主人没用，你说你灵芝开得那么早，偏偏是被我给拖累了。罢了罢了，今天不计较了，明天我一定还会欠分的。明天我一定还会欠分的。就是不等太阳升起，大半夜我就又发起了高热，老母亲劝分未半而中道崩溃，实在是丢脸至极。大晚上的睡到一半烧得晕晕乎乎，本命剑灵还在后山和小男友风花雪月，心里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正难受着，额上忽地伸过来一只修长如玉的手，冰冰凉凉，还挺舒服。叶北星又去哪里玩？我心里一惊，猛地睁眼，抬眸就对上了君清言一双碱水秋眸，深沉的墨色晕在灯火摇曳之间，显得格外的勾人。他往前又坐了一点，宽大的月白色广袖带起了一丝寒凉的冷气，上面还有淡淡的莲花香。怎么又烧起来了？我看着他温柔的神色，心下一阵恍惚，又没来由的有点慌乱。师尊要是知道我的剑灵跟他的剑灵不清白，勾搭到一起了该怎么办？虽说我也不同意孩子早恋，但师尊万一真生气了，那遭殃的还是两个小剑灵。我出面的话，至少墨慈和明雪不会受多大苦难，但师尊就不一样了，他这随随便便断江劈山的本事，回头要把我漂亮的小明雪折了该怎么办？不行，保护剑灵，剑修人人有责。师尊，你先别走。我这突然动作明显惊到他了，君之言微微一怔，俯下身来替我又咧了咧背胶，血色的长发垂了几缕身前，轻轻扫过我的手腕和下巴。师尊不走，好好休息。说完又往我的嘴里塞了一颗灵药，然后轻轻拍着我的背面，像过往很多次红火的又睡了过去。半梦半醒间，又想起很多年前的事来。修真界大大小小的宗门仙派有很多，剑宗那时候并不出名，剑修弟子大多贫穷，有挺长一段周期在修真界还挺被人嫌弃的，但可能风水轮流转，
1000年前我师尊横空出世，这个万年难遇的修真奇才，一人一剑杀尽了这血雨腥风的修真界。他30岁结丹，90岁结婴，300岁化神，如今1000岁出头，已是大成期剑尊。本命界莫辞陪他南征北战，未尝败绩。说起我师尊，那可是修真界榜上有名的黄金单身汉，无数男修女修都想跟他结成道侣。直到我师尊开始收徒弟，画风突然开始急转直下。确切的说，是我来了之后，他整个人都变了，变得非常贤惠人夫，直接爆改娃不离手的顶级奶爸。因为我那时候身体实在是太差了，3天一小病，5天一大病。君青言整宿的抱着我在屋里转圈，唱走调的安眠曲。有次我高热说胡话，请了几个医修来，情况都不见好转。他急得单枪匹马闯进极北寒渊，就为摘一朵能续命的雪燕心莲。回来时袖口结冰，头发都白半边。把莲花塞进药炉时，手都还在抖。大师姐后来偷偷告诉我，那地方化神巅峰去了都够呛，可师尊那时才刚刚化神，我剑脉细碎，练基础剑招都费劲。同门弟语经常在背后传我小话，说我不配当剑修。其实我自己也知道，听这些碎语都是自己默默消化。可师尊知道后，把那几个弟子拎到少场，亲自调教示范。此后愣是没有人再敢嚼我的舌根子。剑招、剑势，都是他握着我的手，一点一点慢慢教起来的。我那时身子弱，手上也没劲儿，胳膊抖个不停，剑尖总是偏。他不恼，只是一遍一遍，不厌其烦。醒醒，练剑不能心急，累了就说。他知我心有不甘，不愿放弃剑修身份，从不同我说那些丧气话。等我睡着，他就用灵力温养我破损的剑脉，一养就是一整夜。醒来发现他靠着床柱睡着了，掌心还贴着我手腕。烛火跳动间，师尊的睫毛下是盖不住的淡淡青黑。我伸手偷偷碰了碰他指尖。怎么了，星星？难受？我摇头，把脸埋进被子里，不知怎的有些想哭。他松了口气，看我眼眶微红，还以为我是梦魇了。睡觉还能把自己吓着？放心吧，师尊守着你。后来我的剑灵明雪诞生，整个修真界都轰动了。君夕颜比我高兴得多，抱着剑亲了半天，后面还被墨慈吃醋的撞了撞。好，明雪是你的，主人不抢。那些年师尊熬的药比我吃的饭都多，我嫌苦偷偷倒掉，他也能精准发现。原以为会挨骂，喝了药就给你吃蜜饯，但他只是好脾气的端来一碗新熬的，然后给我加了一碟子蜜饯。我听见师尊用叹气的声音叫我。药倒了没事，师尊再活就行了。但身子是你自己的，我们不能敷衍自己。我想我大抵真是病了，低头喝的药苦涩入喉，可我却觉得甜得发齁。大师姐他们总说师尊把我看得比命重，我从前不懂，直到有次秘境试炼，我为采药跌进寒潭，师尊直接撕裂空间赶来，二话不说跳进潭里就把我捞了上来。他浑身湿透，手冷得像冰，却用灵力把我裹得严严实实。叶北星，那是他第一次连名带姓喊我，声音都发着颤。你再乱跑试试！我缩了缩脖子，不敢看师尊的眼睛。他盯了我半晌，最后一把抱住，力道大得我骨头疼。吓死我了！隔了很久，我才听到师尊闷声道了一句：“吓死我了。”那之后，他就不太允许我独自做任务了，还在我身上下了几道追踪咒，走到哪儿跟到哪儿。师兄弟们对此还念叨过他，嫌他太过紧张，这样显得像变态。我养的，我乐意。是啊，他养的，养得小心翼翼，养得光明正大，所以我从没担忧过他会生我的气，或者是不要我。直到明雪和墨慈真的在一起了，还不是那种同门情谊的喜欢，是那种带着情欲的喜欢，我忽然就慌了。要是师尊觉得我连剑灵都管不好，还在背后肖想他，他会不会后悔捡我回来？这念头像根刺，扎得我寝食难安。那晚师尊照顾完我之后，我其实有小小的试探过，他似乎并不知情剑灵们之间的事情，一门心思都扑在给我滋补身体上，还挺不解我怎么又生病了。前段时间刚有起色，你说你大晚上的跑后山看什么月亮？那风吹了这么多年，寒气重得要命，你居然还记不住？北星，你不会又把为师给你熬的药偷偷倒掉了吧？语气还挺委屈，我眨巴了两下眼睛，赶忙否认。说什么呢，师尊？我是那么没良心的人吗？徒儿很乖的，喝药特别省心。君青言看了我一眼，没从我脸上找到什么破绽，又低头和他的药膳做斗争去了。其实我感觉自己已经好多了，这次受凉完全是意外，都怪那俩剑灵，好端端的谈什么恋爱，吓我一大跳。师尊对我这么好，从接我回来就费心累力的养着我，这么多年不知道往我身上砸了多少天才地宝，
结果我的剑灵居然想和他的剑灵结合，这哪个乖徒弟良心能安啊？不行，不能对不起师尊，这恶人我当定了。明雪和墨慈必须得分。墨慈啊，我知道你很好，但你值得更好的，而不是最好的。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墨慈你别往心上去。你俩这个事儿吧，我觉得还是要慎重考虑一下。我家明雪跟你显然差距有点大，我觉得她高攀不起你。唉，你要哪天生气了，我家明雪打又打不过你，吵又吵不过你，回来找我告状，我更是没招。不行，我不能让她受这个委屈。你回去吧，最近几天别来找她了。眼前一把黑白两色的寒光掌剑颤抖不已，银铁剑身微微狰狞，感觉孩子难受的快哭了。我心里也不好受，这棒打鸳鸯的事儿干起来怎么那么缺德呢？墨慈不愿意离开，他估计也没想到我持反对意见这么坚定，围着我一直绕圈圈，像个讨好主人的小狗。我叹了口气，有点见不得我狮子的剑这般卑微，抬手轻轻摸了摸他的剑柄。墨慈像是很喜欢我的抚摸，身上的剑光又比之前亮了一度，主动贴上来疯狂蹭蹭。我由着他去了，但嘴上还是十分冰冷的拒绝他见明雪。你说你条件这么好，修真界什么样的剑灵找不到？你看上我家明雪那个小笨蛋，他受我限制，未来发展也许并不好，这些你不在乎吗？墨慈在我跟前疯狂摇头，那架势像是要把自己的真心剖出来给我看看一样。奈何我是个铁石心肠的女人，我无动于衷，摆摆手让他回去之后，关上房门，我就跟着明雪一起嗷嗷哭。天杀的，原来当恶毒婆婆是这种滋味，这一点也不爽啊！墨慈回去之后，在君清言门外徘徊了挺久，好半天才蔫了巴斯的飞回主人身边。君清言也连人石懒都不想搭理他，嫌弃的吸了口茶。哭什么？福气都让你哭没了。跟着我征战四方的时候，也没见你这么有出息。他一批评，小剑灵顿时更委屈了。那么威风一把剑，在主人面前颤得一抖一抖，险些悲伤的直接昏过去。你连北星都搞不定，还想让我出面给你提亲？搞定你岳母大人了再过来说吧。墨慈在他跟前跳来跳去，像是在据理力争什么。君清言也不生气，笑了笑，淡定地看着他。北星不喜欢我，还能喜欢谁？这么多年，还能找出比我更疼他护他的人吗？你自己追不到老婆，就别在这儿嗷嗷，有时间讨好北星去。他不让你见，你还真灰溜溜的滚回来了。蠢死你算了。墨慈被凶得蔫头白脑，君舒言见不得他这笨样，抬手轻轻一弹，将剑又给弹了出来。墨慈兜了一圈，最后又回来找我了。隔天开门的时候，他就在门外孤零零地飘着，剑身上裹满了萧瑟的冷意，看起来又委屈又可怜。我和他定定对视了一会儿，里面的明雪待不住，不受控制的又飞了出来。明雪顿了顿剑身，想和小男友贴贴的心情还是老实收敛了起来，不敢在我这个主人面前放肆。两把剑遥遥相望，衬得我好像那个棒打宣扬的王母娘娘。我看着两把蠢蠢欲动的飞剑，觉得自己此时亮得可怕。墨慈，你怎么又回来了？你不好好待在师尊的身边，老往这边跑做什么？我跟你说啊，剑灵想谈恋爱的这个心情我理解，但你也不能本末倒置。你出来了，师尊用你的时候怎么办？我没法和师尊的剑直接交流，但好在明雪听得懂墨慈的话，可以给我翻译一下。墨慈说，仙君把他赶出来了。赶出来了？你们的事暴露了。墨慈说，仙君说他没出息，让他有出息了再回去。这话说的几个意思哦？你还要有出息到什么程度？你都这么厉害了，师尊对你还不满意吗？墨慈哭唧唧的在我面前点头，剑身上氤氲出的潮气，像是委屈的大哭了一场。明雪也心疼的不得了，剑柄上的穗子飘起来，轻轻摸了摸墨慈。师尊未免也太严格了，墨慈都是天下第一剑了，这上升位阶在哪儿呢？见孩子哭得可怜，我这又心软的不行，下意识的抬手想要安慰他一下，墨慈立马化身粘人小狗，在我的手心蹭个不停。都这样了，再让我劝分，也实在是张不了口。我只能先表面上把墨慈收留一下，然后小声警告：你得听话啊，在我眼皮子底下，不许跟明雪眉来耳去。两把剑互相看了看，然后一起乖乖的点了点头。他在我这儿躲着，也不是长久之计。师尊常来看我，我总担心他瞧出什么端倪来。俩剑灵倒是傻乎乎的，一点心不操。明雪帮我打理药瓶里的灵植，墨慈就在一边帮忙挑水除草。我能说什么呢？就算是天下第一剑，来娘家也得下地干活，能处。墨慈这小子能处，有把子力气，是个下地的好手。呸！
我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鬼东西？2把剑你还真磕上了是吧？唉，没想到我这单身多年的主人还没开花结果呢，剑灵们倒是先谈上了，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我身体不太好，很少下山出任务，基本上都在玉灵峰上休养，因为总是消耗大家的精力来照顾我，心里过意不去，我就一边养病一边修习医术，这么多年也算是久病成医，从剑修跨到半个药修了。师兄弟们以前总会把上好的仙品灵药先让出来给我，自从我自己开始培育灵植后，就也疯狂给师门的宝库里补充好东西。墨慈在我这儿一待就是小半个月，期间也没见师尊的身影。师姐那呆子又把自己伤着了，你快把止血止痛的药一股脑给师兄装点，咱去看看那个笨蛋，我真是要被他气死了。大师姐受伤了。师尊呢？大师兄，闭关给我研究新的药禅呢。你没事吧？旧病又复发了吗？就那天去后山，不小心吹了凉风，半夜又烧起来了。一觉醒来就好了，是师尊太紧张我了。他能不紧张你吗？就你一个宝贝疙瘩，磕了碰了都得让他心疼死。行了，这个一会儿再说，你先跟我去看看师姐。这木愣呆瓜受伤了也撑着不说，早知道不取那颗7级妖丹了。这么危险，那妖丹拿回来了吗？当然拿回来了，费了那么大力气，无功而返，我和师姐得气死。你体弱，这妖丹你碰不得，等我和师姐炼化好了，给你拿着玩。我小屯子鸟是道人的，这炼好了。星星怎么了？一直这么看着我们。师姐，你和师兄是不是互相喜欢呀？师姐，你自己上吧，我去给你磨剑。呸，我去给你熬药。大师姐，你的剑怎么和二师兄的剑打起来了？撒什么娇？回你主人那儿去。我后知后觉，猛地反应过来，他们2个的剑莫不是也弹了？靠！小剑灵们，师姨绝对不是故意的，我刚才是真没看出来。这一天天的，功德没攒下，都尽在破坏别人的姻缘了。叶北星，你可真是个坏东西。也许是明雪的事一出，我如今看旁人的感情倒是通透极了。星星，你介意我和你师兄恋爱吗？啊？我为什么要介意这个？你和师兄就是倒反天罡，我也不会嫌弃你们的。我可是跟在你们身后长大的，怎么会介意这个？我最喜欢的师兄师姐在一起，当然好啦。这样一来，我们不就又成一家人了吗？放心吧，我绝对会祝福你们，支持你们的。师姐，你们的事要瞒着师尊，你放心，我一定闭紧嘴巴。为什么要瞒着师尊？他又不是不知道。师尊知道？早就知道了呀，师门里就你不知道。你身体不好，小时候又那么喜欢我，还说过要跟师姐过一辈子。我们怕刺激到你，就一直没告诉你。再说你又不常下山，一直被师尊养在玉灵峰上，我们总觉得你还单纯的像一张白纸。我和你二师兄也有些不好意思，又怕教坏了你。不过听你今天这么说，我一下子就放心了。我们星星到底还是长大了。师姐，
你也太小看我了，我这些年又不是一点长进都没有。再说了，你和师兄从凡间带回来的那些画本子，我可没少看，我知道的多着呢。我的接受能力可强了，绝对算得上小道理画本的老吃家。那你们两个的剑灵也在一起了吗？我刚才看他们缠斗，难道是那个意思吗？主人心意相通，剑灵自然也会在一起。原来是这样吗？就没有别的情况？神器都和主人一样，也是一对一对出现的吗？当然。神器开智本就是从主人的神魂和精血中淬炼出的，除了对主人绝对忠诚之外，某些方面也是主人一部分情感的体现。神器认主，更认主的道理。要是都不认，那不乱闯了？师姐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是说我喜欢师尊，师尊也喜欢我？啊，怎么会这样？我的暗恋有这么明显吗？我的乖，你这是怎么了？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剑灵和主人是分开谈恋爱的呢？你觉得这种情况正常吗？若我与你二师兄结了气，他的剑，结果他的剑喜欢你，我的剑却喜欢上了小师弟，你觉得合适吗？当然不合适啊！叶北星，你到底在问什么？师姐，我先回去了。器灵认主，偏偏你们还要凑过来，真想现在就把师尊揪过来问个清楚，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师尊喜欢我吗？是你喜欢明雪的那种喜欢吗？喜欢还有不一样的吗？我心下一凉，觉得师尊对我的喜欢，大概只是对徒弟的照顾和责任感吧。我拿这俩小小东西真的是没招，可这满腹疑云又不知跟谁说。不讲了，找师尊问清楚。师尊虽在我院子附近映设了洞府，多数时候却还是在封顶闭关。师尊这儿真是越来越冷了，他不会背着我们又开发了个冰灵根吧？星星，你怎么上来了？有什么发个灵讯，师尊下去见你就好。师尊，你还在泡寒泉吗？干嘛这么拼命？你这里太冷了，我们能不能下去啊？君其言好像一直这么照顾我，从小到大，他为我付出良多，亦师亦友。可惜师尊不知道，这么多年过去，我对师尊的如沐之情早就已经悄悄变凉，藏在心里的悸动，总要压得严严实实，才敢出来见他。旁人都说师尊清雅淡漠，为人疏离，但他从未这么待过我。甚至不曾给过我一个冷脸，就是因为这份特殊，总让我产生些不切实在的幻想，觉得我在师尊这里是独一无二、不可代替的。画本子里一般到这时候就会出现新的变故或者对照补了，再不济就是什么替身梗之类的。我思绪一下子飘得很远，又想起那个很久之前的传闻。师尊，你这么担心我、照顾我，是因为我娘亲的原因吗？啊，你从哪里听来的？就是那个，大家不都说您是喜欢我娘亲才把我捡回来的吗？墨慈，去把那宣传假消息的修士宰了！不至于，师尊咱有话好好说。你是从哪里又听来这些消息？早些年我不是已经把那群传小话的都给解决了吗？怎么又冒出来了一批？我看是谁活得不耐烦了。我最近挺闲的。合着以前的流言散了，是骨灰也散了，所以那些都是假的。那您当年是为什么捡个冰秧子拖油瓶回来啊？谁说我的星星是病秧子拖油瓶了？我将墨慈杀了他，
我一个头两个大。今天的师尊怎么格外暴躁？哎呀，您回答徒儿的疑问吧，我想知道这个答案很久了。不能说吗？也不是。这地方向来阴冷湿寒，我此前从未踏足过。今朝进来转了一圈，不知怎的，心底莫名生出一股熟悉的感觉。从中透露的气息，有一部分来自师尊，有一部分又与我相熟。这玩意儿不能是什么定情信物吧？师尊，这是何意？星星，这是你我的前身。师尊，你刚刚是在骂我不是人吗？我知道我平常是有点不正经贱嗖嗖的，但我不能是真贱吧？回去我就把你那些画本烧了。笨，你我是剑仇孕育的双生剑灵，前世相伴千年。你维护我剑髓之子，我许你魂魄鸳鸯100年才得转世。只是为师无用，仍旧迷着你剑脉破损的家法，让你受苦了为些。所以墨慈亲近明雪，是因为本该如此。你喜欢我，你也喜欢我，是不是？是，为师喜欢你，很早就喜欢了。现在明白了。是我，都是我。我爱师尊很多年了。星星，很难接受吗？那这一世还能接受师尊吗？为师的意思是说，你愿意做我的道侣吗？要是感觉有点快，那我以后再提，你为师莫要生气就好。那你还烧我画本子吗？可不可以留几本？那个清冷仙尊追妻火葬场的还挺好看的。留，给你留一屋子。我和师尊名正言顺的在一起了。当然，明雪也终于能和墨慈谈地上情了。大师姐和二师兄发来贺电，还送了我不少礼物和新奇玩意儿。师门如今只剩下小师弟一个单身狗，为此他很委屈，有种被全世界抛弃了的冲动，于是更加发愤图强的练剑了。我觉得照这个发展劲头，他日后说不定得跟他的剑过一辈子。为了帮小师弟转移注意力，我还送了他一些珍藏多年的恋爱画本。争取他早日开窍，然后也遇到心仪之人。再后来，修真界八卦头条更新，君清言看到后，面无表情地提着剑，又想去把那群人骨灰扬了。我把扔出去的玉简捡回来展平，指着副版的小字念：荣获年度最甜剑灵 CP 的是墨慈明雪。墨慈和明雪在后面兴奋地转圈圈，剑穗差点缠成死结。我笑了起来，这不挺好的吗？大家的眼光还是很不错的。话说师尊，你之前是不是也偷偷给他俩刷票来着？君睁眼手下动作一顿，转过身去不敢看我。星星，为师去给你熬药，你今天想吃什么？我扑哧一笑，窗外云霞漫天，两把剑在旁边害羞丢的碰了指尖。我看看剑，看看人，忽然觉得生活这样美好，风暖日甜，岁岁常相见。在一起之后，日子过得比我想象中还要甜，甜到我大师姐都看不下去了。她说我以前病恹恹的，成天缩在被子里，像只晒不到太阳的猫。如今倒好，天天挂在师尊身上，跟藤蔓似的，拽都拽不。我理直气壮，那是我师尊，哦不是我道侣，我挂我自己人怎么了？你俩以前压抑太久了。大师姐无言以对，最后憋出一句：可不是吗？我暗恋师尊那么多年，天天把心思压得死死的，生怕露出半点马脚。如今名正言顺了，那可不得把这些年的份都补回来。师尊也一样。
他这千年冷面剑尊的架子，在我面前是彻底塌了。以前还端着，如今是半点也不端了。星星，该起了。我早上赖床，他就坐在床边，一遍一遍轻声唤我。再不起，为师熬的银耳羹要凉了。星星乖，睁眼看看师尊。那声音软的能滴出水来，跟外头传说中那个冷若冰霜、断江劈山的剑尊，简直判若两人。我常常故意装睡，就为了多听他哄几句。后来被他发现了，他也不恼，只是笑着捏我的脸。小骗子，眼珠子都在动，还装。我睁眼冲他做鬼脸，他就低头亲我的额角。日子就这么一天天泡在蜜里过。不过甜归甜，师尊心里始终记挂着一件事：我的剑脉。这么多年，他试遍了各种法子，都没能修复我破损的剑脉。我倒是不太在意了，反正我如今也不靠这个吃饭，药修当得挺好。师门宝库里的灵药大半都是我培育的，可师尊不这么想，他总觉得是自己无能，才让我受了这么多年的苦。星星，那天他抱着我，忽然很认真地说：“我想带你回一趟建筑。”又去？那地方阴冷得很，你不是老怕我着凉吗？君七言摇摇头，眉眼间是我很少见到的凝重。这次不一样，我翻遍了古籍，找到一个法子。我们既是剑中孕育的双生剑灵，你的剑脉之所以破损难愈，是因为前世剑碎时魂力散得太多，寻常良药补不回来。但若是用我的本源剑气去补，或许能成。我心里咯噔一下，用你的本源剑气，我不太懂修炼里那些弯弯绕绕，但本源两个字一听就不是什么小事，那对你有没有影响？君清言避开我的目光，很轻描淡写地说：“没什么影响，就是修为会退一些。”我立马就急了，一把揪住他的衣领，退多少？君清言，你跟我说清楚！他被我揪得有点狼狈，雪白的长发散了几缕下来。可能退回化神期。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从大成期退回化神期，那可是他征战千年，一步一个脚印挣回来的修为。不行，我一口回绝，绝对不行！我这剑脉破了这么多年，我也活得好好的。我现在是药修，用不上它。你敢退修为试试，我跟你没完！君七言没跟我犟，他只是抱着我，很轻地叹了口气。星星，你知道为师最怕什么吗？我摇头。为师最怕的不是修为退多少，是你剑脉破损，根基不稳，这一世又活不长。我浑身一僵。前世你为护我而死，这一世我寻你魂魄酝养100年，才盼来你转世重生。可你这具身子，从生下来就带着旧伤，剑脉细碎破损，比常人脆弱100倍。一休都说，若不能修复根本，你顶多也就300岁的寿龄。300岁，对凡人来说是天大的福气，可对修真者而言，300岁还没出新手村呢。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师尊这么多年一直不许我独自出任务，一有个他喉疼脑热就紧张的不行。为什么他熬的药比我吃的饭都多？为什么他闯极北寒渊也要给我摘那朵续命的雪燕心莲？原来他早就知道，他一直在跟时间抢我。那你也不能退修为，我不要你为了我把千年的努力全废了。傻孩子，修为于我不过是身外之物。1000年前我一人一剑杀进修真界，为的是什么？不就是想变强，强到能护住你，强到你剑碎的那一刻我能拦下那一剑吗？可我没做到。这一世，我不想再让你先走一步了。我们僵持了很久，谁也说服不了谁。那几天，师尊没再提退修为的事，我也小心翼翼地不去碰这个话题。可我知道，他心里那根弦一直绷着。我睡不着，半夜爬起来翻他书房里那些古籍。我如今是半个药修，医理典籍看得多，说不定能找出别的法子。一定有别的法子的，不用退修为的法子。墨慈和明雪陪着我熬了好几个通宵，2把剑一左一右给我照明。剑光柔柔的，比灯烛还亮堂。明雪时不时飞到书页上，帮我翻找那些关键的字句。墨慈则守在门口替我望风，生怕师尊发现我又熬夜。那天夜里，
我翻到一本极为古旧的册子，从暗格中开一本封篇褪色、书线发黑的无名玉札，纸页都脆了，边角一碰就掉渣。上面记载的是关于剑众双生剑灵的秘辛。原来我和师尊这样的双生剑灵，本就是同气连枝，共享一元。前世我剑碎魂散，本源受损，而师尊作为另一半，这1000年来其实一直在无声地补解我。难怪我这破损的剑脉虽不能痊愈，却也从未真正断绝。难怪我这具本该活不过100岁的身子，硬是被他养到了如今。原来早就在偷偷渡我剑气了，只是一点一点的渡，不敢多给，怕伤了我的根本，也怕被我察觉。我一下子就哭了，这个笨蛋，这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笨蛋。可这册子里还记载了另一个法子，一个不用师尊独自承担的法子。双生剑灵本是一体，若能寻回前世剑碎时散落的剑魂碎片，重新凝聚，便能修复我破损的剑脉，而不必损耗师尊的本源。只是极北血泊之渊的最深处，也就是当年师尊为我摘血焰心莲的地方。那地方寒气刺骨，寻常修士靠近便会被冻成冰雕。师尊当年闯进去一次，头发都白了半边，而如今的我，一个体弱的半吊子剑修，一个刚入门的药修，想进去简直是天方夜谭。可我看着那册子上的记载，心里却莫名的燃起一股火。凭什么每次都是师尊为我拼命？凭什么我就只能躺在被窝里，等着他一次次为我白头？这一世，我也想为他做点什么，我想护他一次，哪怕就一次。我把册子藏了起来，没告诉师尊。我知道，我要是说了，他绝对不会同意让我去血泊之渊，他宁可自己退修为，也不会让我去冒那个险。所以这事儿我得偷偷来。我开始做准备。我这些年肥育的灵植派上了大用场，暖阳草、玄冰莲，还有大师姐送我的那颗凤纹妖丹的边角料。据说服下之后，能在体内燃起一炉小小的心火，抵御严寒。明雪不太赞成我的计划，她围着我转来转去，健身颤个不停。主人，太危险了，要不还是告诉仙君吧。崽儿，你不懂，你主人我被人护了一辈子了，我想试试护别人一次的滋味。明雪安静了下来，过了一会儿，她轻轻蹭了蹭了我的手心。那明雪陪主人一起去，主人去哪儿，明雪就去哪儿。我眼眶一热，笑着点点头。墨慈在旁边听了半天，忽然也飞了过来，坚定地停在我肩头。你也要去？墨慈重重地点了下剑尖。墨慈说他要护着主人和明雪。护着主人和明雪？他还说仙君要是知道了会生气，但他更怕主人出事，所以他跟我们一起去。我看着这2把意义深重的小剑灵，心里暖乎乎的。行吧，那咱娘仨就偷偷干一票大的。出发那天，我趁师尊闭关炼丹的间隙留了一封信，信写的挺长的，絮絮叨叨，大意就是让他别担心，我去就回，还有让他千万别退修为等等。写到最后，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添了一句：师尊，这一世换我护你一次。写完我就脸红，赶紧把信压在他的药炉底下，然后带着2把剑偷偷溜下了山。极北很远，我御剑术不精，飞得慢，走了整整7天。越往北，天越冷，风越烈，到最后，连明雪和墨慈的剑光都被冻得有些暗淡。血泊之渊到了，那是一道深不见底的巨大冰渊。站在渊边，我就已经冻得牙齿打颤。我赶紧服下一颗焚心丹，一炉小小的心火在体内燃起，总算好受了些。走吧，我深吸一口气，纵身跃入了那片白茫茫的深渊。渊底比我想象的还要可怕，寒气不是从外面来的，而是直接往人的魂魄里钻。焚心丹的效力撑不了多久，明雪和莫贤在我身前开路，替我挡下那些凝成石势的寒气利刃。2把剑很快就伤痕累累，剑身上结了厚厚的冰。我心疼的不行，却不敢停下，因为一停下，寒气就会趁虚而入。我能感觉到我前世的剑魂碎片，在这渊底的最深处，那是一种血脉相连的牵引。越往下，那种熟悉的气息就越清晰。也不知道走了多久，我服下的焚心丹
见了底，体内内炉心火眼看就要熄灭，四肢渐渐失去知觉，连御剑都变得艰难。就在我快要撑不住的时候，我看见了渊底最深处的一块玄冰之中，放着几点微弱的金红交织的光，那是我的剑魂碎片。跨越了1000年，终于等到了我。我用尽最后的力气朝那块玄冰扑了过去，指尖触到冰面的刹那，那几点光竟然自己活了过来，破冰而出，直直朝我飞来。碎片融入眉心的瞬间，一段尘封1000年的记忆轰然我看见了1000年前的雪芳之上那场惊天动地的大战。我们还只是2把剑，剑种里孕育出的一对双生剑灵，我们并肩作战，剑光如虹。可魔头太强了，那时的师尊本源受损，已是最后关头，已到足以我以本性必死无疑。我没有犹豫，用自己的剑身替他挡下了那一击。剑碎的那一刻，我听见他撕心裂肺的呼喊，我听不清他喊的是什么，但我知道那是我的名字。原来如此，原来我们纠缠了1000年，原来这份爱早在我们还是2把剑的时候就已经刻进了魂里。记忆褪去，我发现自己浑身的剧痛竟在渐渐消退，那几点剑魂碎片正顺着我的经脉游走，一点一点的修复着我破损了一世的剑脉。原本细碎断裂的剑脉正在重新连接贯通，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在我体内苏醒。我成功了，我真的成功了！我不用师尊退修为了，我自己把自己给修好了。分心丹吃完了。剑脉修复虽然让我恢复了一些力气，但这渊底的寒气实在太盛，体内内炉仙火已经彻底熄灭，刺骨的寒意重新包裹上来，比之前更甚。我这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我好像出不去了。明雪和墨慈急得团团转，想要护着我往上飞，可他们也被寒气冻得动弹不得，剑光微弱的快要看不见了。我靠在渊底的玄冰上，意识渐渐模糊，原来我逞能了。我想护师尊一次，结果又要让他伤心了。我眼前一黑，最后的念头是：对不起啊，师尊，我又给你添麻烦。叶飞星！一声嘶吼穿透了整片雪原，那声音里的惊怒、心痛、恐惧，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一道熟悉的、暖到极致的灵力。你怎么来了？我怎么来了？你留封信就赶往血泊之渊跑，你知不知道？你差点就……我血是有个3长2短，你让我怎么办？等了你100年，你就这么想丢下我？我哭了，我没有想丢下你，我是想护你一次啊！我把剑魂碎片找回来了，我的剑脉修好了，你不用退修为我了，师尊，我不用你护着，也能活很久了。宁可退回炼气期，也不想在这渊底看见你冻僵的样子。你这个傻瓜！那你现在退了多少修为？我最担心的还是这个，他为了闯着渊底救我，肯定又耗了不少本源。君青言，你老实说。退到化神期了。但没关系，修为可以再修，你只有1个。我说不出话了，1000年的修为啊，他说退就退了，眼睛都不眨一下，只为了到这渊底接我回家。君青言，你等着，我剑脉修好了，我以后会变得很强很强，强到能护住你，强到你所有欠下的修为，我都替你挣回来。这一世，换我护你。好，我等着。从血泊之渊回来后，我大病了一场，不过这次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是根基不稳、剑脉破损的虚病，这次是单纯冻着了、累着了的实病，养几天就好。师尊却还是紧张的不行，寸步不离地守着我。只是这一次，轮到我心疼他了。他为了救我，退了1000年修为，从大成期跌回化神期，对一个剑霸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比谁都清楚。怎么出来了？风大，别有着凉。刚没在我面前露出半分懊悔，反倒是我一想起这事就难受。师尊，对不起。又说傻话。我没说傻话，都怪我逞了，害你退了修。要是我没偷偷跑去学院，你现在还是大成期的剑尊。哦，叶北星，他难得连名带姓的喊我。你要是再说一句对不起，我就把你那一屋子画全收了。绝了，拿捏我的死穴。话虽这么说，我心里那点愧疚是怎么都散不去的。于是养好病之后，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要重新修剑。我的剑脉已经修复了，如今贯通5载，比寻常剑修还要精纯几分。这是前世剑魂碎片做给我的馈赠。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躺在师尊的羽翼下当个病秧子了。我要变强，强能和他并肩而立，强到能替他把那些欠下的修为一点一点挣回来。我把这个想法跟师尊说了，本以为他会像以前一样担心我的身体，不许我太拼。结果他只是看着我，眼里的笑意越来越深。好，为师教你，这一次从头教起。于是，那个曾经握着我的手，一招一式教我练剑的师尊，又回来了。只是这一次，我不再是那个手无缚鸡之力、渐渐乱颤的病弱徒弟。我的剑脉贯通，灵力充沛。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御剑腾空的时候，我激动得差点哭出来。原来御剑而行是这种感觉，原来剑髓异动如臂食指是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师尊等了我1000年，我自己也等了一辈子。银雪比我还激动，她终于不用再当那个暗淡无光的剑灵了。我灵力充沛，剑脉贯通，能够源源不断地滋养她。她的教光一天比一天亮，剑名一天比一天清越。墨慈在旁边看着，与有容焉，天天围着明雪转。修炼的日子苦，但充实。我这人一旦认准了目标，就有股不撞南墙不回头的狠劲儿。师尊常常心疼我练得太狠，逼着我休息。星星，剑修之道急不得，身体是根本。你才刚把剑脉养好，别又累坏了。师尊，你退的修为，我一天不帮你挣回来，我这心里就一天不踏实。君清言无奈地看着我，最后化身成了我的陪练，也是我的人形灵药供应站。我练累了，他就喂我吃他新练的丹药；我练伤了，他就用灵力替我温养经脉。我们俩的位置好像悄悄调换了，从前是他护着我，如今换我拼命想护他，可到头来还是他在护着我。我有点挫败地跟大师姐吐槽这事，大师姐听完却笑了。傻星星，护与被护本就不分先后，他护你，你护他，这才叫道多谁少。若真是斤斤计较谁欠谁的，那还叫什么两情相悦？我怔了怔，忽然就通透了。是啊，我变强不是为了还债，是为了能牵着他的手，走过更长更长的岁月，1000年、万年都不够。时光飞逝，在师尊的悉心教导，加上我自己的拼命努力下，我的修为进展快得吓人。大概是前世本就是剑种孕育的双生电灵，如今剑脉一通，简直是一日千里。不过30年，我就从一个连基础剑招都使不利索的病秧子，一路结丹结阴，冲到了元婴期。师门上下都惊掉了下巴。那个曾经被人背后嚼舌根，说不配当剑修的叶北星，如今成了剑宗100年难遇的天才。当年那些说我闲话的弟子，如今见了我，一个个都恭恭敬敬地喊：叶师姐。我心里那口憋了多年的气，总算是顺了。不过我没得意太久，因为我发现我修炼越拼命，师尊就越闲。他退了修为之后，本该潜心闭关，把修为重新修回来的。结果这家伙倒好，天天不务正业，一门心思扑在我身上。我练剑，他陪练；我炼丹，他打下手；我看画本，他给我念；我睡觉，他给我打扇。活脱一个称职的贤内助。我急了，师尊，你怎么也不闭关修炼？你的修为……不急，反正你会帮我挣回来，我急什么？好家伙，合着我这30年的拼命修炼，倒把他给养完了。不过话虽这么说，师尊其实也没真的荒废。
他只是把修炼的方式换了一种。双生剑灵，同气连枝，本源相通。如今我剑脉贯通，本源充盈，反过来竟然也能滋养他受损的本源。我们常常一起打坐，我把体内多余的灵力顺着那道1000年前就存在的连接我们2人的纽带缓缓渡给他。淡金与银白交织的灵力在我们之间流转循环，生生不息。那是一种奇妙的感觉，仿佛我们本就是一体，从未分离。就这样，我修为往上冲的同时，师尊那褪去的本源也在一点一点的悄悄回涨，比他自己独自闭关快得多。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大师姐说护与被护不分先后，他变也强，我们一起变强，一起走向那更长更远的岁月。明雪和墨慈的婚事也终于提上了日程。虽说剑灵结合本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但师尊说得办得隆重些，毕竟是我们2家的头一桩喜事。他说这话的时候一脸认真，我却听出了别的意思。2家，咱俩不早就一家了吗？总之，剑灵节气是大事，得办。于是剑宗上下热热闹闹地为2把剑操办起了节气大典。这事儿传出去，整个修真界又炸了锅。从没听说过哪个宗门会为2把剑办婚礼，可谁让这是剑尊君清言和他徒弟，哦不，如今是他道侣叶北星的剑呢？八卦头条又更新了。我看着最后那个头题，乐不可支。师尊，你看，你这追妻火葬场都上头条了。墨慈，把写这个的打住！大喜的日子不许喊打喊杀。节气大典那天，天两凄清，玉林峰上灵花齐放，瑞气千条。明雪和墨慈一把银白，一把黑白双色，悬浮在祭台之上。2把剑的剑身都被主人的灵力擦拭得锃亮，剑穗系上了红绸，随风轻扬。我和师尊站在祭台下，看着这2个从小看着长大的剑灵终成眷属，我心里那叫一个百感交集。想当初我知道明雪跟墨慈恋爱时，那是何等的义正言辞，坚决反对，又是劝分，又是当恶毒婆婆的。结果兜转转，人家小2口没被我拆散，倒是把我和师尊给撮合了。这缘分还真是奇妙。明雪，恭喜你崽儿，主人以前反对你们，是主人糊涂，往后你要和墨慈好好的。祭台上的银白飞剑似有所感，轻轻鸣了一声，清悦欢喜。墨慈也凑过去，与他剑尖相碰，2道剑光缠绕升腾，直冲云霄，绽放出满天的光华。那一刻，连见惯了大场面的师兄师姐都忍不住红了眼眶。大师姐悄悄握住了2师兄的手，小师弟站在一旁，又酸又羡慕。我扭头看向身边的师尊，他也正看着我，四目相对，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节气大典之后，日子又归于平静，平静却甜蜜。我的修为已经稳稳地迈入了元婴后期，按这个势头，再过些年，合体、渡劫，乃至重回大成，指日可待。师尊的本源，在我日复一日的滋养下，也恢复得七七八八。我们约定，等我修为再上一层，就一起出去看看，看看这1000年来变了模样的修真界，看看那些我们前世一起走过，如今却早已物是人非的地方。星星，你想去哪儿？哪儿都行，只要跟师尊在一起，去哪儿都行。好，那我也是带你把这天下都走一遍。窗外月色如水，明雪和墨慈并排悬在窗边，剑尖轻轻依偎在一起，安静又缱绻。我看着那2把剑，又看看怀里的人，忽然觉得这大概就是我求了2辈子的圆满吧。窗外月色如水，明雪和墨慈并排悬在窗边，剑尖轻轻依偎在一起，安静又缱绻。我看着那2把剑，又看看怀里的人，忽然觉得这大概就是我求了2辈子的圆满吧。前世我们是剑种里一对相依为命的双生剑灵，这一世我们是并肩而立、生死相托的道侣。
师尊，要是有下一世，你还愿意认识我吗？傻瓜，别说下一世，生生世世，我都只认你一个。后来的后来，我如愿冲到了大成期，与师尊并肩而立于修真界之巅。那些欠下的修为，我一分不差全帮他挣了回来。我们一起把这天下走了一遍又一遍，看遍了名山大川，尝遍了人间百味。大师姐和二师兄也终成眷属，在剑宗后山开辟了一处小小的洞天，种花养剑，好不惬意。至于我那可怜的小师弟，他倒是没跟他的剑过一辈子。在我送的那一屋子画本的熏陶下，他终于开了窍。某天下山历练，救了一个坠崖的散修姑娘，然后就一头栽了进去。如今也是儿女绕膝，幸福美满。而明雪和墨慈这两把天下最恩爱的剑，依旧形影不离。我修为渐深，明雪的剑光也越发璀璨，早已不复当年那副暗淡无光的模样。如今的她与墨慈并肩，亦是天下数一数二的名剑。有时候我会想，当初若不是明雪那丫头背着我偷偷搞定了师尊的剑，我和师尊是不是还要再蹉跎许多年？是不是还要压抑着那份心意，继续当那对相敬如宾、心照不宣的师徒？所以啊，我得好好谢谢我这本命剑，谢谢他替我捅破了那层谁也不敢先捅破的窗户穿。星星，在想什么呢？在想我们是怎么走到今天的。怎么走到今天的？1000年前，你为我剑碎；1000年后，我寻你归来。兜兜转转，不过是应了那句：该是你的，总会是你的。师尊，我爱你，比这1000年还要长。君清言的眼睛一瞬间就亮了，那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光。他低下头，稳住了我，剑冢深处，那两把重归圆满的断剑轻轻冥想，仿佛在为我们唱一首跨越了1000年的情歌。再后来啊，修真界的八卦头条又更新了最后一条，也是流传最广最久的一条。剑尊夫妇飞升在即，传闻2人将携本命剑同登仙界。我和师尊看到这条头条的时候，正准备渡最后一道飞升天劫。君奇言难得没有含打含杀，他只是牵着我的手，笑着把那尊剑收进了袖中。到了仙界也是个念想。我点点头，与他十指相扣，头顶9天神雷滚滚而落。叶北星，而我身边的这个人，还是那样牢牢地牵着我的手，一如1000年前剑主出生时，我们本就是同源而生的一对，分不开，也从不曾真正开阔。岁岁常相见，生生相随。飞升之后，我才知道仙界跟画本里写的完全不一样。画本里说仙界遍地琼楼玉宇，仙人个个逍遥自在，喝茶下棋，修仙问道。结果我和师尊刚踏破那道天门，落地第一件事就被拉去交税了。对，你没看错，仙界也要交税。2位新晋上仙，请登记造册。按仙界律例，凡飞升者需缴纳3成灵石作为入界安置费，另需登记本命法宝、修为境界以及
人生地不熟的，别惹事儿。登记吧。君清岩叶比星，道侣，本命法宝墨瓷明雪。君清岩，就是那个下界剑宗的剑尊君清岩。哎呀，原来是君上仙，久仰久仰！您那退千年修为救道侣的事迹，如今在仙界都传遍了，好多仙子仙君都拿您当榜样呢。啥？咱下界的八卦都传到仙界来了？可不是嘛！仙界无聊，大伙儿最爱看下界的热闹了。您二位这段师徒虐恋、双生剑令、追起火葬场的故事，可是这几百年来最火的一档。好家伙！合着我们在下界的一举一动都被这群神仙当长篇连续剧看了。两位是大户，到了这儿就是自己人，必然给君上仙亲自挂帅，脱险引路。我跟两位透个集训，咱仙界啊，可非到处逍遥无端。咱们这里的地盘规矩，同样千人千格，是分着老生常谈这369等的。最底层的是我们这样刚飞升上来的新晋上仙，往上是各大仙山仙府的老牌上仙，再往上是执掌一方的仙尊仙帝，而站在最顶端的是那几位开天辟地便存在的大道之主。二位如今是新晋上仙，按例可以在归元城外分得一处仙府居住。归元城是咱们仙界最热闹的地界，什么都有，灵药、法宝、法法、功法应有尽有。灵药。看把你馋的！师尊，咱去归元城逛逛呗，说不定能淘到什么下界没有的仙草仙药。好啊，都听你的。君上仙，您在下界的时候也这么宠着叶上君？我养，我不宠谁宠？老板，这个九转还魂枝怎么卖？新来的吧？看你这眼力，是个懂行的。这九转还魂枝，寻常上仙来买得500上品仙石。不过嘛，你要是能帮老夫解决一个难题，这枝草老夫免费送。什么难题？老夫种了一片仙草园，近来不知怎的，那些仙草总是无故枯萎。老夫请了好几个丹药大家来看，都束手无策。你若能治好我这园子，别说一株九转还魂枝，整个铺子的药材你随便挑。治仙草，这不巧了吗？这可是我的老本行。好家伙，好大一片仙草园！老板，你这园子不是仙草生了病，不是生病，那是什么？是你这园子的灵脉乱了。你看，你这园子里种的仙草，有喜阴的，有喜阳的，有虚水的，有虚火的。可你把它们全种在一块儿，灵气相中，自然就长不好了。那可怎么办？总不能把园子全刨了重种吧？不用那么麻烦，我给你重新布个灵阵，把这园子分成几块，阴阳水火各归其位，再用我调配的灵液滋养几天，不出半月，保管你这园子重焕生机。那就有劳小友了。怎么？我在想，咱这从下界卷到仙界，连剑灵都得下地干活。墨子这天下第一剑，可真是命苦。小友，你可真是神了！来来来，整个铺子你随便挑。小友，你这是？我是个药修，对怎么种草、怎么炼药更感兴趣。小友，你既是药修，又有这般本事，何不来我这归元城开一家药铺？如今仙界精通药道的上仙可不多啊，你这手艺埋没了可惜。想做就去做，为师陪你。别说君清岩剑尊为了这位道侣，连千年修为都不要了。
就崩吧，在你面前，为师有什么形象？师尊，你可真好。多谢叶仙子，别的丹修大能都束手无策的百年完病，竟真在您这儿寻到了生机。神医啊！叶仙子，您这药理之道简直玄妙至极，老朽今日非要拜您为师不可。你若不答应，老朽就不走了。哎呦，几位前辈快折煞晚辈了。论修为，诸位高出我不知凡几，拜师万万使不得。不过嘛，咱们把药炉当个据点，互相交流探讨，倒是可以的。哎呀，今天真是累死我了。师尊，你就不想再握剑，再征战四方了？天天陪着我守着这小药屋，你不闷得慌？星星，我征战了1000年，杀了1000人，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和你安安稳稳的过这样的日子吗？如今得偿所愿，我高兴还来不及，怎么会闷？1000年的杀伐，万年的孤寂，他要的原来只是这样亮晶晶的简单的，一饭一宿，一朝一夕。你的佩剑和我的佩剑私奔了！我靠，谁家佩剑还能私奔呢？哎呀，就是明雪和墨子，我和师尊的剑灵呀！主人，我和墨川去度蜜月啦！仙界队这么大，我们想去看看。不会欺负定物孽，我会照顾好他的，主人请放心。墨子，你抖什么？怕我？没有，明雪，你靠得太近了，我剑身发烫。发烫就对了，我好不容易背着主人把你带出来过个2人世界，你却像个木头一样。说，你是不是不想跟我出来度蜜月？不是的，我想，我做梦都想。你管管你家墨慈，天下第一剑居然学会拐带良家少女了，他带着我家明雪私奔了。哦，私奔？你还笑？明雪才刚开智多久？她还是个孩子，这仙界人生地不熟的，万一遇到危险怎么办？墨慈平时看着老实，怎么能干出这种离家出走的事儿？好，不笑，咱们这就去找。双生剑灵之间有感应，他们跑不远的。找到了。在城外的幻海晴天。幻海晴天，仙界著名的道侣打卡圣地，据说那里的晚霞能映出前世今生的倒影，浪漫的冒泡。好家伙，还真去度蜜月了！走，去抓这2个不省心的小兔崽子！到了幻海晴天，我拉着师尊狗狗祟祟地躲在一片巨大的粉色灵雾后面，顺着师尊指的方向，我探出半个脑袋，定睛一看，不远处的姻缘树下，2把剑正悬在半空中。大概是因为仙界灵气充沛，他们此刻都幻化出了半透明的剑灵迅影。明雪是一个穿着银白仙裙的小少女，墨慈则是一个穿着黑色劲装的修长少年，剑眉星目，妥妥的冷酷战神脸。我正准备冲出去大喊一句放开我家明雪，结果下一秒我硬生生把脚步收了回来，连带着下巴也惊得掉在了地上。只见姻缘树下明雪玉影一闪，竟是将墨慈死死地抵在了树干上，一个标准的霸气侧漏的树钉。而那个传说中杀人不眨眼、断江劈山的天下第一凶剑墨慈，此刻正缩着肩膀，脸红得像个煮熟的虾子，1.8米的大个子委委屈屈地蜷缩着，连大气都不敢喘。墨慈，你抖什么？怕我？没有，明雪，你靠得太近了，我剑身发烫。发烫就对了，我好不容易背着主人把你带出来过个2人世界，你却像个木头一样。说，你是不是不想跟我出来度蜜月？不是的，我想，我做梦都想。明雪，我整把剑都是你的，你别生气。
乖，既然出来了，就得听我的。我说往东，你不许往西，听懂了吗？懂，都听老婆的。说实话了，我裂开了。我感觉我前2辈子建立的世界观，在这一刻轰然倒塌。找了半天，不是大灰狼拐走了小白兔，而是霸王花强抢了小娇靴。背着我那看似呆萌，一天到晚只知会嘤的小剑圣，居然把名震天下的第1凶剑给办了，而且还是处于绝对压制的主导地位。君青爷，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也不算早，大概就是节气那天，我偶然看到明雪按着墨瓷在剑鞘里摩擦，墨瓷连反抗都不敢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这天下第1凶剑算是彻底嫁出去了。叶明雪，你给我站住！主人，你出息了啊！学会私奔了是吧？学会树顶了是吧？你要带他出来玩，跟我说一声不行吗？留片破叶子算怎么回事？可是主人，平时在药都，仙君天天黏着你，墨瓷得给你们望方、劈柴、看火炉，他可是天下第1凶剑耶！天天被你们当苦力使，我心疼我老公怎么了？合着这小丫头是嫌弃我们压榨了她的小男友，才特意带出来度蜜月的。师尊，对不起，是我没教好孩子，把你威风凛凛的本命剑活生生逼成了一个小受气包。有什么好对不起的？剑随主人。我这个当主人的，在你面前尚且是言听计从的受气包，我的剑在你家剑面前伏低作小，不是理所应当的吗？谁让你受气了？既然他们想度蜜月，就随他们去吧。星星，这幻海晴天的晚霞不错，他们度他们的，我们度我们的。那天傍晚，幻海晴天的姻缘树下，多了一对相拥赏霞的道侣，而天空中，一银一黑2把飞剑，正像2条疯狗一样在云海里自由翱翔。隐隐约约还能听到明雪霸道的宣告：墨瓷，飞慢点，不然今晚罚你回剑枪睡。老婆，我错了。我靠在师尊怀里，看着满天红霞，忍不住笑出了声。霸总剑病和他的小娇夫，这日子真是越来越有盼头了。从幻海晴天度完蜜月回来，我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墨瓷这把名震天下、杀伐果断，曾经在修真界一剑光寒19州的第1凶剑，它好像不干了。清晨的星祠药牢里，我刚打着哈欠推开门，就看到院子里的水井旁，墨瓷正费力地提着一桶灵泉水。透着一股浓浓的身体被掏空的虚弱感。而我家明雪呢，她正舒舒服服地躺在师尊亲手编的万年紫柱藤椅上，半透明的剑灵虚影翘着2郎腿，手里还端着一杯我新调配的凝神仙露，时不时发出一声惬意的剑鸣。墨瓷，水打好没有？我还要泡个剑气浴呢。好了，老婆，水温刚刚好，加了你最喜欢的9转玉露花瓣，你试试烫不烫？我站在廊檐下，看着这一幕，手里刚拿起来的肉包枣啪嗒一声掉在了地上。不是，我请问呐，幻海晴天到底是个什么虎狼之地？短短7天的蜜月，我家那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小明雪，怎么就彻底进化成了剥削阶级的霸道女总裁？而墨瓷，你这副任劳日怨的难得班班长模样，你前主人君新闻知道吗？行了。师尊，
嘛。那是他自己愿意，我管他做事。尝尝新学的凡间手艺，据说加了东海的鲜灵蟹黄，味道不错。我嗷呜一口咬下，鲜美的汤汁在口腔里爆开，瞬间就把墨子的死活胖到了脑后。好吃，好吃就多吃点，吃饱了才有力气算账。算什么账？昨天在幻海晴天，某人说要把我抵押给月老，换一根极品红线，这事儿我还没忘。我心里咯噔一下，差点被包子噎死。昨天看晚霞的时候，我看着月老寺里卖的极品姻缘线，职业病犯了，觉得那红线材质极佳，特别适合拿来缝合仙界神兽的伤口，就随口开了一句玩笑：师尊，要不你出卖一下色相，去给月老打个白工，把那红线给我换回来。我发誓，我真的只是嘴嗨，谁知道这老坛酸菜成精的男人心眼比针尖还小。师尊，我错了，你在我心里可是无价之宝，怎么能去换红线呢？要换也得换月老的炼丹炉啊！谢北仙，你可真是个钻进钱眼里的要羞。哎呦，让让都让让，碧桃仙子驾到，闲杂人等退避。谁是这星祠药炉的老板？我是。仙子买药还是看病？你就是那个在归元城里有点名气的小药修，听说你连九转还魂枝都能重活，运气好而已。仙子想要什么药？本仙子不要药。他啪的一声合上折扇，目光突然越过我，直勾勾地盯向了我的身后。师尊那张脸，哪怕不施粉黛不穿仙袍，只是随随便便站在那里，都能让整个仙界黯然失色。碧桃仙子的眼睛瞬间就亮了，亮得简直像两只探照灯。我要它！他指着君萧炎，语气霸道的像在菜市场买大白菜。啊！碧桃仙子以为我是个欺压良善的黑心老板，冷哼一声，从袖子里掏出一个乾坤袋，啪的扔在我的柜台上。看他这副打扮，还要洗手做羹汤，想必是你这药牢里打杂的仙奴吧？长得这般绝色，跟着你这个穷酸药修烟药，简直是暴殄天物。这里是1万上品仙石，本仙姐要为他赎身，带他回我的碧桃仙府双修。哦不，做个贴身护卫。整个药林的空气在这一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院子里正在给明雪捏肩膀的墨慈默默地停下了动作，剑身甚至人性化的往后缩了缩，仿佛预见到了什么恐怖的画面。明雪则兴奋地飞到半空，连剑气玉都不泡了，一副前排吃瓜的激动模样。我低头看了看那1万上品仙石，又回头看了看正在慢条斯理擦手的师尊。我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我做出了一个极其不符合大女主身份的动作，我一把抓起那个乾坤袋，掂了掂分量，两眼放光地看向碧桃仙子。1万上品仙石，仙子，你确定不再加点？他可是很会做饭的，而且特别能吃苦，让他往东绝不往西。君七言擦手的动作猛地一顿，周遭的空气肉眼可见的降了10几度，连药旁外面的仙鹤都吓得把脖子钻进了翅膀里。碧桃仙子却毫无察觉，以为我是贪得无厌，咬了咬牙，又掏出一个乾坤袋拍在桌上，2万，不能再多了，你这穷酸药修别不识好歹。师尊的声音极轻极柔，却带着一股让我毛骨悚然的寒意。2万上品仙石就把为师卖了，你的良心是被明雪吃了吗？他微微轻身，温热的气息拂过我的耳畔，我浑身一僵，求生欲瞬间占领高地。不卖，绝对不卖！我一把将乾坤袋推回去，义正言辞地看着碧桃仙子：“这位仙子，你误会了，他不是仙奴，他是我的夫君。”夫君？就凭你也配？他冷笑一声，身后的几个金甲仙士立刻上前一步，散发出大罗仙仙的威压。本仙子今天还就明抢了，把他给我带走！我叹了口气，仙界的人怎么都这么喜欢讲排场，不动脑子呢？我根本没出手。因为有人有剑比我更早动了，嗡一声极其清脆霸道的剑鸣撕裂长空，根本不需要墨慈出手。明雪化作一道银白色的流光，直接从院子里杀了出来。瞎了你的狗眼，连我主人的男人也敢抢！老公，给我削他，别砍死了，削光头发就行。天下第一凶剑的威压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轰轰，那是属于剑尊本命剑的恐怖煞气。
几个金甲仙士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就被剑气直接先放到了10里开外。碧桃仙子还没反应过来，就感觉头顶一凉。一声凄厉的惨叫响彻归元城，碧桃仙子捂着光头，连狠话都没留，哭着爬上仙车，化作一道流光，疯狂逃窜。我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啧啧摇头。惹谁不好，非要惹2个刚度完蜜月、正处于实力巅峰和讨好期的变态剑灵。看够了。我一回头，就对上了师尊那双似笑非笑的眼眸。2万上品仙石。星星，看来为师对你太温柔了，才让你今天还有闲心做买卖。师尊，我那是缓兵之计。晚了，门还没关。墨慈，关门。今天药炉歇业。求你放过我吧！我当初就不该一时嘴贱，说大师兄的丹丸比师尊的好喝。第2天日上3竿，千算万算，没算到这老坛酸菜金醋劲儿真大。醒了，星星。一道清朗温润的声音从屏风外传来，君清言端着一碗冒着热气的灵药粥走了进来。我气鼓鼓地瞪了他一眼，一把抢过药粥，化悲愤为食欲，嗷呜嗷呜地喝了起来。慢点儿，别烫着。师尊好脾气地坐在床沿，伸手替我揉捏肩膀，灵力顺着指尖渡进来，舒服的我直哼哼。吃饱喝足，我终于有精神去大堂查账了。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我看着账本上那点可怜巴巴的结余，只觉得眼前一黑，差点当场表演一个原地飞升2.0版，直接魂归9天。我指着账本，手指都在哆嗦，怎么会这样？我们星祠药炉这半个月明明赚了不少闲时啊！天哪！站在一旁给我研墨的明雪心虚的缩了缩脖子，小声逼逼：“主人，归元城的物价太高了吗？”我顺着账本往下看，越看血压越高。支出1，归元城核心地段100年铺面租金及阵法维护费1万上品仙石。行，这是硬性支出，我认了。支出2，星祠药炉后院仙草园极品领土及9天灵泉水采购费5000上品仙石。行，为了培育珍稀药材，这也是必要的投资，我咬牙认了。支出3，极品玄冰磨刀石100块，8000上品仙石。明雪去捡普通磨刀10个，指明要极品玄冰做脚垫。哇！支出4，东海深渊万年寒铁金髓子10斤，墨慈的日常零食2万上品仙石。我啪的一声合上账本，深吸了一口气，转头看向院子里那个号称天下第一凶剑的墨慈，此刻正乖巧地悬在半空中，用他那足以开天辟地的黑色剑气在切蒜。是的，你没看错，他在用剑气切蒜，而且为了保证蒜蓉的粗细均匀，他甚至动用了绝学万剑归宗的微操手法。那小心翼翼的模样，仿佛面对的不是一头大蒜，而是绝世仇敌。墨慈，左边那块切的有点大，重切。刀工退步了，晚上还想不想进剑墙睡觉了？马上重切，老婆别生气。墨慈吓得一激灵，剑光一闪，那块蒜瞬间化为7粉。败家子都是败家子，吃2万仙石的零食用来切1毛钱的大蒜，这日子没法过了。师尊从后院走出来，端着一盘刚洗好的灵果，见我这副模样，轻笑着将一颗剥好的葡萄塞进我嘴里。急什么？钱没了再赚就是。你说的轻巧，仙界的灵草供应商都被那些大商会垄断了，我们这种小药屋进货价高的离谱。照这个吃法，不出半个月，咱们就得去街头要饭了。怎么还是这么不小心？完了，这是被绝世美人引发的仙凡弑动现场啊！我会不会被这群疯女人撕了？就在我为星祠药官的财务危机发愁时，药官的大门突然被人一脚踹开。你就是这星祠药官的老板叶北星？我是，阁下是。哼，连我都不认识，也敢在归元城开药铺？我乃万丹阁的总管事钱大夫。我恍然，万丹阁，归元城最大的丹药商会，垄断了城里70%以上的灵草生意和丹药市场。原来是钱管事，有何贵干？明人不说暗话，你这小小的星祠药牢，最近风头太盛了，连九转还魂枝这种极品仙草你都能种活，已经严重影响了我们万丹阁的生意。
所以呢？所以我今天来是给你指一条明路，把这药拐还有你培育九转还魂子的秘方，统统卖给万丹阁。我给你5万上品仙石，拿了钱，趁早滚出归元城。5万上品仙石买我的心血和秘方，这简直是明抢。如果我不卖呢？不卖，不卖，那你这星祠药炉明天就别想开门了。我万丹阁已经发了话，整个归元城的灵草供应商，谁也不许卖给你哪怕一根杂草。不仅如此，连给你后院供水的灵泉，我们也切断了。没了药材和灵水，我看你这药卵还怎么撑下去？仙界的商业竞争真是简单粗暴的，让人毫无体验感。截断了灵水，正好后院的阵法该换了。知道怕了就好，赶紧签了字，拿钱滚蛋！是哪个不长眼的，敢断了我老婆洗澡的灵泉水的？你这是什么魔剑？带着你的破契约，滚！是，我滚，我马上滚！师尊，把他们赶走容易，但万丹阁真的垄断了灵草供应，我们去哪儿弄药材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星星，你是不是忘了，仙界除了花钱买，还有一种获得药材的方式？什么方式？自己采草。万丹阁能垄断市面上的普通药材，但那些生长在绝地、禁忌里的天材地宝，他们可没本事垄断。师尊，你该不会是想……听说仙界极北之地的万魔渊灵气最为广袤，却也孕育着无数外界绝迹的珍稀仙草。反正药炉没生意，不如就当关门放假。星星，为师带你去万魔渊踏个青。去仙界最恐怖的万魔渊采药还踏青，不愧是你啊，君青岩。好耶！去万魔渊踏青。墨子，赶紧去收拾行李，把我的极品玄冰垫子带上。好的，老婆，马上，老婆。我看着这一大家子无法无天的暴力分子，突然觉得万刀阁算个什么东西？这仙界的天，怕是又要被我们捅个窟窿了。仙界极北之地万魔渊，传闻中这里是整个仙界最凶险的禁地，渊底常年笼罩着连大罗金仙都能腐蚀的九幽瘴气，其间更沉浮着无数上古时期遗留下来的洪荒魔兽。平日里，哪怕是那些成名已久的老牌仙尊，若非必要，也绝不愿踏足此地半步。墨慈，那个千年紫檀木的梳妆台就别带了吧，咱们是去采药，不是去安家。不行啊，女主人，老婆说渊底瘴气重，对健身皮肤不好，一天得做3次保养。那个梳妆台是她用习惯了的，不带她晚上会睡不着觉的。干得不错，等会儿扎赢了，奖励你给我擦肩。谢谢老婆，我一定擦得锃光瓦亮。叹什么气？我只是觉得我们把这万魔渊的画风带偏了，万一碰到什么绝世魔兽，人家看到我们这副春游的架势，岂不是很没面子？面子是自己挣的，不是别人给的。若是他们觉得没面子，杀了便是。这老坛酸菜精，到了仙界之后是越来越不加掩饰了，随时随地都在散发他那无处安放的魅力。快看，那是龙血藤，还有洗髓仙草，外界天灯光大白菜吧，一祖之身。想要？想。墨慈。
老婆，你看我踩的要多整齐，没有弄脏你的云母床吧？刀工有进步，继续努力。就这台上速度，别说1个万单格，10个万单格我也能给他卷破产啊！小心！是深渊3头明龙，万魔园里的顶级霸主，据说曾经吞掉过3位上仙。无知的人类竟敢擅闯本座的领地，还将这万魔渊当成游乐场！今天你们统统都要成为本座的腹中之餐！墨慈，我的垫子脏了。你是什么东西？这股煞气！你敢弄脏我老婆的垫子！别打脸，本座靠脸吃饭的！救命！我的鳞片，我的翅膀！大哥，我错了！别笑了，别笑了，再笑就吐了！老婆，擦干净了。那个不长眼眼的茶盅，我也奏服了。不错，今晚允许你睡在床角。谢谢老婆。明龙啊明龙，你惹谁不好，非要惹一个急于在老婆面前表现的护妻狂魔呢？这不是上赶着送人头吗？过了。大仙饶命！谢爷爷饶命！小龙有眼不识泰山。你既然是这里的地头蛇，那这万魔渊里的极品灵草，你都知道长在哪里吧？知道，这方圆10万里的仙草，哪一株长了几片叶子，小龙都门儿清。很好，现在你被征用了。左边那个头火小一点，你当是炼丹呢？肉都烤焦了。中间那个往这边吐点火，这串雪花肉还没熟。味道如何？好吃，刚下火后开动，刚来人家带着一股特殊的草木清香，绝了。主人，这里有古怪，这石壁后面好像藏着很多带有人工阵法痕迹的东西。万丹阁，难怪他们能垄断市场，明面上打压散修药铺，暗地里却在万魔轩这种禁地大肆搜刮，囤积居集，甚至连这种能乱人心事的噬魂草都在大批量肥育。师尊，万丹阁一个做买卖的商会，囤积这么多噬魂草干什么？这东西不仅不能炼救人的丹药，反而极容易引发修仙者的心魔。恐怕他们图谋的不仅仅是垄断仙界的丹药市场那么简单。星星，看来这次踏青，咱们不小心踩到了一只大老鼠的尾巴。师尊，管他图谋什么，既然被我们碰上了，那就全是咱们星祠要宰的了。我仿佛看到了无数闪亮亮的极品仙石在向我招手。万丹阁，你想断我生路，那我就抄了你的老底。灵元膏，这绝对是仙界有史以来最爽的灵元膏。这箱万年雪山我的，这箱9品紫灵芝我的。哎呀，
香极品猪果成色真不错，刚好拿回去给师尊酿酒，也是我的。发财了，发财了！有了这些存货，别说万丹阁封锁我1个月，就算封锁我100年，星子药炉也能屹立不倒，甚至还能开上10家分店。塞不进去了。装不下了，笨！身为为师的道理，出门进货怎么能只带这么点容量的储物袋？这是须弥戒，里面有10个阶子空间。别说这个小仓库，就算你把整个万魔渊搬空，也装得下。须弥戒，大可说中能装下一座山脉的顶级空间器啊！在拍卖行里，起步价都是10万上品仙石。师尊，你到底还有多少私房钱是我不知道的？怎么，这就想查为师的账了？放心，连我这个人都是你的，我的私房钱自然也是你的。这老坛酸菜精太会聊了吧？那什么，主人，这种粗活怎么能让你亲自动手呢？仔细伤了指甲。墨慈，去帮主人把仓库搬空，记住要轻拿轻放，要是弄坏了一片叶子，今晚你就去剑桥外面挂着睡。保证完成任务，老婆看我的。接下来，我见识到了什么叫天下第一凶剑的正确用法。真诀第3尺，干得漂亮！叶长老，您放心，这次那批噬魂草的成色极好，只要炼制成大灵丹发布到散修市场，那些吃过丹药的散修以后就死得快为是我们万丹阁的开显了。哟，这不是那个在星祠药离被墨慈吓尿裤子的万丹阁总管事钱大富吗？做得好，有了这批底牌，归元城以后就是我们万丹阁说了算。对了，听说城里有个什么星祠药炉，最近不太安稳。长老放心，那药炉的老板叶北星就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丫头片子，我已经断了他们的药材供应，还找人砸了场子。估计这会儿他们正躲在药房里哭爹喊娘，等着关门大吉呢。好，等本老老清点完这批仙草，回去就彻底踏平那家药炉。别说仙草，连一根杂草都没有。鬼啊！钱老板，生意兴隆啊！叶北星，你个混蛋，你又来坏我好事！不知死活！你们真以为万魔渊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来的吗？我万丹阁早就与这渊底的霸主达成了协议。深渊之主、万魔之王、伟大的3头明龙大人，请响应我们的契约，将这些狂徒撕成碎片吧！伟大的明龙大人，您在吗？明龙大人来了，你们死定了！别吹了，别吹了，吵死了！仙子奶奶，烤腰子好了，外焦里嫩，加了孜然，您尝尝。孽畜，你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老子就是你要找的3头明龙，但老子现在已经改过自新，弃暗投光，成为了星祠药林的首席烧烤大厨。你少拿那个破哨子命令我，我跟你们万丹院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可是深渊霸主啊！你居然给他们当厨子！厨子怎么了？厨子光荣，厨子骄傲。能给仙子奶奶和剑爷爷做饭，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叶老板，叶姑奶奶，我错了，我再也不敢垄断您的生意了。那些仙草您全拿走，就当是我孝敬您的。钱管事客气了，这怎么好意思呢？回去告诉你们万丹阁的阁主，这万魔渊里的货，我星祠药灵照单全收了。从明天开始，归元城的丹药市场该变天了。是，小人一定带到。走吧，回城。明天一早，咱们开张大吉。我要用这批进货价为0的仙草，咒着将军挥斥方阖，把万丹阁的价格底裤都给打穿。快来！快来！这成色，这灵气，不仅是真品，而且是极品中的极品呐！老朽卡在天仙境300年了，有了这极品血参，突破有望啊！老板，给我来10斤！别急，我倾家荡产也要买那株9品紫灵芝！排队，不排队的不卖！开业大酬宾，全场8折！都给我滚开！我看谁敢买他家的药材！你们这些散修，以为得了点好处，就能和我万丹阁抗衡？从今日起，谁再敢与你们交易，就是与我金不换为敌。我让你们在这修真界再无立足之地。本座囤积的货物，也是你这种贱民能碰的？识相的，乖乖把须弥戒交出来，再自费修为。本座或许还能留你一具全尸。不如何？诸位仙友可都听到了？金阁主亲口承认，万魔渊里的那个秘密仓库是他们万丹阁的。仙界律律第72条规定，万魔渊乃仙界禁地，任何人不得在渊底私自建立阵法，囤积魔物。这是噬魂草，炼制禁药化灵丹的核心主材。这东西也是我从金阁主的仓库里顺出来的。噬魂草，万丹阁居然在私下囤积这种能引发心魔的禁药主材，他们想干什么？难道是想控制我们这些散修吗？是违建的！你敢污蔑我万丹阁！我要将你抽魂炼灰！师尊，在呢。什么？吵死了！
这也太猛了吧！连剑都没出，一巴掌就把归元城一霸给扇飞了。这得是什么修为？仙君，还是传说中的仙尊？星星，刚才为了保护你，为师动用了灵力，有些累了。你管刚才那叫动用灵力？你明明就是在拍苍蝇好吗？装什么柔弱啊喂！那师尊辛苦了，等会儿关门了，我给你做好吃的补补。好吃的就不用了，晚上。发财了！这得买多少烧鸡，多少极品玄冰垫子啊！确实发财了。那我们新祠药离的小富婆，打算怎么犒劳一下为师这个保镖呢？你想怎么犒劳？发财了！这得买多少烧鸡，多少极品玄冰垫子啊！确实发财了。那我们新祠药牢的小富婆，打算怎么犒劳一下为师这个保镖呢？你想怎么犒劳？既然万丹阁的事情解决了，星星，我们也该办正事了。什么正事？狗屁的深渊霸主，这仙界真不是人待的地方啊！醒了，为师昨晚收的利息，星星可还满意？满意你个大头鬼啊！哟，这排场带资进组啊！下面的人听着，我家公子乃天丹宗少宗主司空诀，赶紧叫你们老板滚出来磕头迎接，交出万丹阁的库房，再把噬魂草双手奉上，否则今天就拼了你们这破药丸！大清早的吵什么吵？没看到大爷我正在给仙子奶奶做早餐吗？蛋都给你们炒碎了！大胆狂徒，哪里来的三头野狗，竟敢对我们少境主不敬！你才野狗，老子是深渊，老子是深渊里最会煎蛋的厨子，怎么的？本少主不管你们是什么人，交出噬魂草，那东西是仙庭一位大人物指明要的，你们这群乡巴佬就算拿着，也只会惹祸上身。仙庭的大人物，哪位大人物口味这么重，需要用这种引发心魔的禁药？不该问的别问，动手，给我搜！什么洗脸巾？老子踩了就踩了，你个小屁孩儿！我的衣服，我的头发！你到底是什么妖怪？你才是妖怪！我这叫员工素质高，不仅会切药，还会理发。司空少主，要不要也来个全套冰点脱毛？放肆！
既然你们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别怪本少主不客气了。出来吧，我的护宗神兽金睛火麒麟！见识到我天丹宗的机运了吧？这可是拥有上古神兽血脉的。去，把外面的地扫了。麒麟，你在干什么？你给我回来喷火啊！他可能觉得我们家包吃包住待遇比较好，想跳槽吧。大生气！不，这种压迫感，你是仙尊！仙尊饶命！小人有眼不识泰山。说说吧，仙庭哪位大人物要那么多噬魂草？是清源仙君，他镇守北境除魔裂缝，最近不知为何突然暗中命令我们天丹宗大量炼制能压制心魔的化灵丹，而噬魂草就是主材。看来仙庭那边出了大问题。星星，看来咱们的生意能做到仙庭去了。司空少主，回去告诉你爹，噬魂草我这儿有的是。不过嘛，这价格，一株10万上品仙石，概不还价。10万？你怎么不去抢？我这不就是在抢吗？买不买？不买我就把这草当柴火烧了。买！很好，师尊，咱们收拾收拾，准备去仙庭出差吧。好，都听夫人的。不过在出发前，方才教教他怎么切萝卜，以后厨房的帮厨就是他了。我堂堂深渊霸主，现在不仅要当厨子，还要带徒弟了，是吧？哭什么哭？切个洋葱至于吗？老子当年在万魔渊被砍了3个脑袋都没哭，你这新来的帮厨来福，心理承受能力怎么这么差？行了行了，别欺负新员工。前面就是南天门了吧？来者何人？仙庭重地，未经传唤，不得擅入。还不速速降下灵舟，出示腰牌！哎呀，这南天门的门槛真高呢。墨慈，他们吼主人，我好害怕哦。谁敢吼我老婆的主人？滴血！现在我们能进去了吗？能，大仙里边请。你们找谁？我们找清源仙君，告诉他，能救命的货送到了。镇上，天丹宗送药来了，你有救啦！药呢？快把化仙丹给本君拿来！
题。你难道是消失了1000年的太上剑尊？本尊早已隐退，不必多礼。本尊现在只是星祠药炉的老板娘的道侣兼保镖。清源仙君是吧？既然你认得我老公，我师尊，那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你要的噬魂草，整个万魔渊的库存都在我这儿，1株10万上品仙石，概不还价。10万！老板娘，您还是让剑尊大人直接一剑杀了我吧！我就算把这将军府的砖头都卖了，也凑不出买1株的钱啊！不是你一个镇守北境的大将军，仙庭的1品大员，你跟我说你没钱，你骗鬼呢？你钱都花哪去了？包养仙子了？仙子，我连饭都快吃不上了。老板娘有所不知，北境除魔裂缝近年来魔气暴动，战况惨烈，我手下的10万镇北军日夜厮杀，伤亡惨重。可仙庭那位高高在上的天帝，却嫌镇北军是个无底洞，已经断了我们整整3年的军需和丹药补剑。我为了给将士们买疗伤药，把府里的奇珍异宝、仙器法宝全都当了，就连我现在穿的这身战甲，都是我偷偷去黑市借了高利贷买的。长期在魔气中厮杀，将士们心魔丛生，随时会异变成怪物。我实在没办法，才想暗中找天丹宗购买化灵丹，想压制大家的心魔。我没钱，我们死活呀！难道我要眼睁睁看着我那些出生入死的兄弟，全都变成六亲不认的魔物吗？难怪天丹宗敢肆无忌惮地囤积禁药，原来是吃准了清源仙君走投无路，准备敲骨吸髓大赚一笔。而这仙庭的天帝，竟然是个克扣前线军饷的昏君！穷鬼将军暴走大军，还有我须弥界里成本为0的仙草。仙君别哭了，谁说没钱就不能做生意了？仙石没有，你手底下不是还有10万大军，以及你们在北境杀魔兽打出来的战功吗？战功？那东西在仙庭根本换不到丹药啊！在仙庭换不到，但在我星祠药炉可以啊！听着，从今天起，星祠药炉正式推出北境将士专属 VIP 医疗保险套餐，不要你出仙石，你只需要用你们在战场上斩杀的魔兽内核、稀有矿石或者战功来抵押。我不仅包揽你们所有的化灵丹，我还提供跌打损伤、断肢重生、美容眼眼切等全方位医疗服务。如果你愿意签一份长达100年的独家军需特供合同，我还可以附赠你们星祠药炉特级外卖服务，保证将士们在战场上也能吃上热腾的灵兽烧烤。看到那只火麒麟和那只3头明龙了吗？他们就是咱们的主厨兼外卖骑手。火麒麟烤肉，明龙送宽，就问你这配置拉不拉风？你说的是真的？你真的愿意收那些魔兽内核？那些东西魔气太重，一般炼丹师根本无法提纯啊！一般人不行，但我有这个。笑死！魔气，天下第一凶剑修罗杀气的祖宗在这儿呢。魔兽内核里的那点魔气还不够墨瓷塞牙缝的，等墨瓷把魔气吸干，剩下的纯净能量核那可是极品炼器材料，在黑市上能卖出天价。我这波不仅是做慈善，更是变废为宝的超级暴力垄断啊！干了！只要能救我的兵，我清源这条命以后就是老板娘您的了。稳了！有了这10万镇北军做后盾，我星祠药牢就算是有了仙界最硬的军方背景，以后在仙界，我看谁还敢收我的保护费。星星真是个做生意的小天才。不过，既然签了契约，售后服务也得跟上。北境的除魔裂缝，本尊陪你们走一趟。本尊倒要看看，是哪里的魔物敢让我夫人的大客户吃亏。太上剑尊亲自去前线，这他妈哪里是去打仗，这分明是去北境进货呀！出发，目标北境。来福，把你的火喷旺点，今晚给将士们加餐，烤全羊。星祠药林第1支战地医疗兼炊食小分队正式成立。怎么不知道多穿点？我这不是急着来做生意吗？生意再大，也没有为师的星星重要。哎，你干嘛？这么多人看着呢！这北境的冻土常年浸泡着魔血，太脏了，别弄脏了你的鞋。
借骨魔龙，全军接阵！吵死了！敢吵他睡觉，找死！星星，这颗珠子颜色好看，拿去镶在鞋面上玩，好不好？这太败家了吧！只要你喜欢，整个魔渊的河我都挖来给你做首饰。乖，收下。哼，老色批，现在是越来越会撩了。放开啦！这么多人看着，影响我做生意的光辉形象。不许去！你没看到那些士兵看你的眼神吗？他们恨不得把你当神仙供起来。我不喜欢别人盯着你看。笨蛋！他们看我是因为我是他们的救命稻草，但我这根稻草早就被你这个拔草的给死死攥在手里了呀！星星，真想现在就把你藏起来，谁也不让看。我活了太久太久，久到我看着仙界这苍生都觉得极其无趣。直到你出现，你贪财怕死，古灵精怪，却让我这颗死寂了千年的心重新跳动了起来。星星，你不是我的徒弟，也不是什么药炉老板娘，你是我的命。那，你这条命以后就归我管了，不许违抗命令，听见没？遵命，我的夫人。来福啊，好好烤肉吧。在咱们这个团队里，单狗是不配有人权和休息时间的。夫人昨晚那么累，今早还有力气轻薄为师。你放手！这辈子都不放。星星，真想把你变小，揣在袖子里，这样走到哪都能带着你。堂堂太上剑尊，怎么像个撒娇的小孩一样？在别人面前是剑尊，在你面前只是你的情言。起吧，外面那群单身汉估计等急了。你这样会把我宠废的。废了才好，这样你就永远离不开我了。剑尊大人，老板娘，早啊！老板娘，你们终于出来了。这结界虽然隔音，但它不隔绝单身狗的直觉呀。我和来福熬了一夜，感觉被狗粮撑得比吃了10只烤羊还饱。旺财闭嘴！天地有旨，清源仙君接旨。天帝听闻北京有高人斩杀8阶魔龙，特命本使前来征收魔龙精火入国库，并宣那位高人即刻上天宫觐见，论功行赏。放屁！我们镇北军苦战3年，天帝不给1分钱军饷，现在别人杀的魔龙，他倒要来抢金河。放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帝要的东西谁敢不给？怎么，那位高人架子这么大，还不赶紧滚出来接旨？
你让他滚出来！区区一个连天劫都没渡过几次的黄口小孩，也配让本尊祭见？剑尊！行了，别把人吓死了，怪恶心的。星星显脏，那本尊立刻把他挫骨扬灰。别，和气生财，和气生财，咱们是个正经的生意人，不搞打打杀杀那一套。夫君，星星，别这么叫我怕我忍不住当着他们的面亲你。说正经的呢，你看那特使说天宫里有很多宝贝，我的首饰盒好像还空着好大一块地方呢。好，天庭国库里的东西随你用。我看那天地老儿的龙椅好像是万年沉水金香木做的，给你搬回来打个洗脚盆，怎么样？进货，走，咱们去天庭进货啊，不，去逛街。干嘛？北境风大雪滑，天庭的台阶又高，我背你上去，免得累着我夫人。出发，目标掏空天庭国库。老板娘，剑尊大人，你们逛超市能不能带上我们啊？我们还要负责给你们拿包娃娃。青岩，你放我下来了，这可是凌霄宝殿，别人都在看着呢。别动，地上凉，乖。再背一会儿，等他们把地毯铺好，你再下地。太上剑尊，太上剑尊！不知剑尊大人法驾光临，小神有失远迎，罪该万死。这椅子就是你说的万年沉水金香木。对啊，特使说可值钱了。既然夫人喜欢，用来给夫人泡酒，勉强凑合。本尊的夫人看上你的椅子，你可有意见？没有，能给尊夫人破脚，是这块木头的福气。算你识相。青岩，你干嘛？这是用九天云彩和东海鲛书炼制的踏云靴，水火不侵，纤尘不染。刚才在天上风大，我怕你穿原来的鞋冻着脚，特意路上抽空练的。实在是羞得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你快起来啦！怎么脸这么红？为夫伺候的不舒服吗？不理你了。天地老儿，你断了镇北军3年的军饷，这笔账咱们怎么算？完了，这杀神夫妇怎么闯进来了？小神知错，小神立刻补发10倍，不100倍军饷。天庭国库的大门随时为夫人敞开，夫人看上什么随便拿。走，老公，咱们逛超市去。成堆的极品仙石，堆积如山的万年灵草，琳琅满目的仙器法宝，这里简直是每一个财迷的终极梦想。这个颜色衬你，显得皮肤白。可是这个好重啊。那就扔了。这个呢？这个有点个头。扔了。哎，别扔了，这些拿回去卖能换多少钱啊？败家子儿，你当这是垃圾场啊？在我眼里，除了你，这天下的东西都是垃圾。
星星，你知道吗？他们都说这国库是仙界最富有的地方，可是我所有的财富，所有的七情六欲，甚至我这条命，全都装在这里。你已经把它全掏空了，老板娘。那我就勉为其难收下你这笔最贵重的资产了，盖了章，以后不许反悔。绝不反悔。老板娘，我们带麻袋来啦！我才。打扰了，我们去门外吃口粮。星星，今晚回去我们吃红烧明龙和清炖麒麟吧。好了，办正事要紧，赶紧装东西，咱们还得赶回北境给将士们发工资呢。